Hello，大家好，我们是 Mandarin，你的虚拟货币好朋友，我是 Brian。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 Realty 的相关生态。那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想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网络上关于虚拟货币的诈骗网站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认识 Realty 的网站，请认明是 realty.co，这才是 Realty 的官方网站。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频道的话，也欢迎点选我们叙述中的 realty.click 的合作连结进到官网中。这个是 Realty 的官方网站，在上面这些地方可以看到一个 Marketplace，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 Realty 上面有哪些不同的房产。那如果想了解房产内容各是什么的话，欢迎到我们前一支影片，里面有介绍5种房产里面各有什么不同。那大家滑下来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房产，那上面大部分是收到，那是因为通常 Realty 上面的房产一放出来之后，其实不用过太久，大部分的房产的所有权就卖完了这样。那如果说卖完的话，基本上就没办法在 Realty 上面继续的购买，那除非到另外一个二手的股份币。上面去购买，这个待会儿会跟大家讲到。好，那在介绍 Realty 的相关生态前，我想先跟大家提一下 DeFi。DeFi 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它的中文叫去中心化金融，它是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驱动的去中心化金融系统。但它里面的原理解释起来相当的复杂，那我想用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大家有用过 Microsoft Excel 吧？里面不是有很多公式，什么加减乘除吗？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 Excel 的表单里面有一张表单，然后它的每一个格子几乎写满了这个公式。那这些公式呢，全部都会追溯到一个格子的值。好，那你只要输入一个数字到这个值里面后，后续整页所有的公式它全部都会联动的执行。好，那这就有点像是去中心化概念，它就是你输入一个值你决定要购买什么东西或贩卖什么东西，你只决定你输入一个指令，它后续的动作全部都是几乎是立即发生的这样。所以要接触 DeFi 的时候，要提醒各位要谨慎的进行，请确定要确实的理解的这个 DeFi 这个协议它的那个运作方式之后，再进行动作。那因为呢，只要这个错误的输入或者错误的指令输入之后，其实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复原的哦。那Realty 的这个相关生态，如果要使用它的话呢，你需要先申请一个 MetaMask 的这个钱包地址，然后跟 Gnosis 连接。那你在取得地址之后呢，你的所有的这个资产还有你的交易记录都会记录在这个地址上，而这些记录在区块链上也都会记录下来，而且会是一个公开的状态。那这个其他人其实是能够查询得到的。但虽然说能够查询到你的这些交易记录啊，你的这些资产内容，但是他不会知道你是谁。好，那我这边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明哈，这个是 Realty 的官方网站。那这边有个 DeFi，这个地方有个 Community Dashboard。那这个 Community Dashboard 是由社群所维护的，就是说它虽然跟 Realty 有点关系，但是它却是由社群其他一般人去维护的。那点下去之后，他会问你说要不要离开这个网站到下一个网站去。好，那点进去之后，这边也看到就是这个 dashboard 里面，它其实原本应该是完全没有资料的。但是我从其他的这个网站上取得一个地址来输入之后，它就会跳出这些资料。就是这个网站，其实这些网站我之后会再开另外一个影片来教大家怎么使用。但是反正大概概念就是，这个网站里面有记录很多很多不同人的这些地址，那这个地址把它输入到这个dashboard 里面之后，它就会捞出这个地址所拥有的资产，还有它的年化报酬率，然后还有它拥有哪一些房产的股份币等等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虽然说它这边有秀出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地址它所拥有的东西啊，甚至它每年的这个年报率多少啊这些资讯，但是不会看到说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还有他的国籍什么，这些都不会知道。
所以虽然是公开的，但是它同时也是匿名的。接下来我想要介绍 RMM 这个 DeFi 的这个借贷平台。它的平台的用意是你能够使用你的 RealT 的房产股份币在这一个平台上。那大家等一下到这个官方网站上，这边旁边有一个 Collateralized Token 这边，那点进去之后呢，它会问你说要不要离开这个网站到 RealT RMM 这里。那点下去之后呢，它会带你到这个借贷平台上。那这边就会写着这个平台上现在目前所有的市值，然后它现在已经有借贷这个数量。那它详细的这个运作原理这个我之后会再详细的解释。那现在我只先大概的介绍而已。那基本上呢 ，RMM 就是一个在 Gnosis 区块链技术底下的协议。然后它是在 Aave 这个 RMM 协议支持下，然后它是由 RealT 的公司来管理的。那这个RMM 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个借贷平台。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去要借钱的时候，我们不是都去找银行吗？那银行就会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借这样多少钱，那他就会跟我们讲说，那我们的利率要是多少，到某一个时间，我们要还多少的利息回去。那这个 RMM 的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把这个银行的角色抽掉，然后呢，他们把利息是多少，然后它的利率是多少，然后什么时候要还，没有还的话会怎么样，所有的这些规定呢，都已经写好在这个智能合约里面，然后就大家就在这个协议里面就是去运作，就是说借方或者是贷方就同时在这个协议上面的去运作，就是大家就遵从着这个就遵从这个协议，就没有人能够违反这个协议里面的内容。有点像我刚刚讲到那个 Excel 的这个公式，那些公式都是已经完全写好的，也没有人能够去改变它，大家就只能去遵照着这些公式去进行。那这个下来这资讯有相当多其实一时间也解释不完那有兴趣的话，请继续的关注我们频道，我们会再提取更多的内容让大家去了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介绍 RealT 的股份币的贩售方式。假设你哪一天买了 RealT 的股份币之后，想要贩出的话，有哪些方式呢？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是透过 RealT 的官方网站，那它会有一个数量的限制。第二种呢是透过一个叫 YAM 的一个平台，它的连接在这边就是在 DeFi 这边，然后下面有一个 YAM，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带你到一个 YAM 的一个平台的首页。那基本上 YAM 它就是一个房屋所有权股份币的一个二手市场，就是说之前有人他已经买了 RealT 的股份币，那他想要贩售的话，他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平台上来，然后看有没有其他人他想要去购买。那它这个平台跟官方的这个平台有什么不一样？是在于说，官方网站它的贩售呢，最低只能从1个 token 起跳。但是呢 ，YAM 的这个平台，它不一定要从1个 token 起跳，它可以从1个 token 的可能10%、20%这样子比较少的这个金额数量，然后去做贩售的。那这个样基本上也就是一个 DeFi 的一个平台就是说你在上面执行的所有的动作啊，还有你的这些交易记录啊，还有你的发票啊，你的这个拥有多少的资产啊 token 啊，这些都会在这个样的这个平台上面公开的这个展露出来的。我刚刚在编辑影片的时候发现一些事情要提醒大家要在 RealT 的 YAM 平台上交易股份币的话，首先要先在 RealT 上提出 Whitelist 的申请，并且签合 RealT 针对该房产所有权的合约。那在这些流程都完成之后，才可以开始交易股份币哦。好，那我说明一下 RealT 官方网站上其他的部分这个地方 Team 选项有个 About Us 跟 Jobs，这两个地方可以点进去都可以了解一下RealT 它这间公司它的这个说明，还有他们现在招财的内容。好，然后到了Learn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 Education 还有 FAQ，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有那种算是教学，就是教你怎么样去注册然后还有大部分的人问过什么问题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大致是这个说明还有汇整在这边。好，
那这边呢往下翻下去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Realty 它有各个社群媒体的频道在这边。那我会先挑出几个比较重要的社群媒体，跟大家说明他们这些内容。好，首先是这个 Twitter 的部分啊，Twitter 它通常是用在于Realty 它想要公布他们有新的房产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内容啊、就是有什么新的消息要发布出来，它通常会在他们的 Twitter 上面去发布。好，那接下来如果到那个YouTube 这个地方啊，Realty 它自己的 YouTube 呢，其实是还蛮有料的，就是他们里面的内容相当多啊、当然都是英文或者是法文。那而且呢，这个 Realty 的 YouTube 频道，他们会每周四啊都会有一个开会，好，就是他们就是开会，就是记录说他们 Realty 在开会的时候讲了什么内容，哦，这可能是房产的变化啊，房地产变化啊，最近营运的内容啊什么的，他都会在那个影片里面就是公开出来。那有一次会是英文，然后有一次会是法文。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对这个 Realty 的这个营运啊，还有这个公司的背景，还有它内容的是怎么去营运的话，不妨可以去 Realty 的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去看看，就是说他们平常是都在干嘛，这样子这样也会让你觉得比较可信一些，就是说可以让你更相信那个 Realty 这间公司，他们是一个确切存在然后真的有在营运的一家公司哈。好，那这边再往下，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个叫 Telegram 的一个这个 logo。那 Telegram 呢，它是比较像是一个热线那它上面实际上有这个 Realty 的人员在上面，去查看说有没有人就是发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不知道找谁的，那这个会有这个 Realty 的人员在上面做回复，而且这上面也会有其他的人，就是社群里面的人，像你跟我这样一般的人们在上面看这个 Telegram，那可能你有遇过的问题发上去之后，也许其他人也可以在这个 Telegram 上面去回复你。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Realty 它就是不会主动的去接触你，就是他们不会主动的去发出讯息或者是一个邀请什么东西，就是要你去来投资这个 Realty，通常是比较被动的这个姿态，所以这其实也提醒大家不要不要被诈骗到，因为是网络上会有相当多的诈骗集团用尽各种的不同集团的名称去诈骗。那这个 Realty 它的人员他是不会主动去接触你的所以这点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好，那未来我们 Mandarin 也会设置社群的服务，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来接触我们，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这边去询问，然后我们可以的话，也可以暂时回复你们。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也欢迎订阅我们频道、按赞，然后有问题的话，欢迎留言哦，拜拜。